Hello， 大家好，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耐克的莫兰特2代假2。去年的假1在篮球鞋市场上面的反响确实还不错，出去打球，球场上总能看到几个兄弟会穿假1打球，但是我个人对于假1真的不是特别感冒，整一双鞋的表现平平无奇，除了有着不错的抓地和耐磨之外，其他没有任何亮点。当然啊，现在300左右的价格，如果你想要买一双鞋用来打外场，那确实还不错，但是现在300左右这个价位段的竞争有多激烈，想必大家也都清楚，想要在这个价位段挑选一双比莫兰特1代有着更好实战性能的篮球鞋，真的非常轻松。除非你就只想买一双有气垫的篮球鞋，那可能莫兰特1代确实就是最好的选择。而今天的这一双假2，在我这一段时间的体验下来，其实它跟1代的体验非常相似，它依旧是一双实战方面平平无奇的篮球鞋，但是在很多细节方面，它的体验会比1代要更好一些。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仔细聊聊这一双假2在实战方面的体验，看看这一双鞋究竟适不适合你。老样子，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实战基础3要素：抓地、抗扭、稳定性，看看这一双鞋的性能下限到底在什么位置。在抓地方面，假2的整体表现依旧非常出色。这次它大底的纹路做的还是比较聪明的，在四周的边缘处，它依旧使用了相对比较传统的类似于人字纹的纹路，而在内部则使用了这种不规则的纹路，有点像是一个个细胞粘连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整体的抓地表现非常棒，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的急停，脚底下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而且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前掌内侧也同样有纹路覆盖，不会有那种脚底下突然失去抓地力的感觉。但是由于大底的纹路布局略微有一些密集，如果场地上面有灰尘，那它在抓地方面就会出现一定的下降。好在它对于灰尘的敏感度并不算特别高，只要我们时不时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脚底下就能拥有够用的抓地力。在抓地方面，它跟上一代相比其实相差无几，但是在耐磨方面它就明显下降了不少。大底的纹路虽然看上去非常深，但是不管是粗度还是硬度都不是特别出色。这一双鞋我更加推荐大家只在室内的木地板或者是环氧树脂的场地上面使用，其他的场地我估计它的耐磨表现可能都顶不住。莫兰特2代的中底配置跟上一代几乎没有变化，依旧是全掌的 Phylon 加上前掌的口香糖 Zoom， 更多的还是中底形态上面的一个变化，跟 Sabrina 一样也搞成了这样一个跟科5非常相似的外形。中底偏硬的 Phylon 加上中足部位处的 TPU 支撑片，让这一双鞋的中底刚性得到了保证，在做一些对抗蹬地或者是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球鞋的整体姿态几乎不会出现形变。而上一代我对它不是特别满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中底自然弯这个点其实并不是特别合理，有点太靠近我们的足中部了，导致在实战的过程中，我们的足弓会出现一定的拉扯，在长时间的穿着下来，足弓处会有比较明显的酸痛感。而这一代在这个方面有了明显的好转，球鞋的自然弯这点非常合理，并且在我们的足弓处，它也做出了明显的内收。假2在足弓支撑方面相比上一代的提升非常明显，这一点非常棒。而在稳定性方面，它的表现依旧出色，中底的重心控制的比较合适，并且大底依旧跟上一代一样非常宽大，再加上中底泡棉偏硬的调教，在穿这双鞋打球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非常踏实，非常安心，在做动作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OK， 在基础3要素方面，这一双鞋的表现非常棒，抓地优秀，抗扭出色，稳定性也完全没有问题，这就起码保证了这一双鞋绝对是可以用来进行高强度实战的，而且它的实战下限非常高。如果你想不好要买什么篮球鞋，那就选择这种基础3要素过关的篮球鞋，起码能保证不踩坑。但是这3项基础3要素只能保证让你不踩坑。如果你想要出色的实战体验，或者你想要的是跟自己打法非常贴合的篮球鞋，那就要看这一双鞋在风格化上面的处理做得怎么样了。首先就是它的脚型适配，上一代的假1虽然有着母外翻的鞋头，但是因为它的鞋楦宽度比较宽，像我这样偏窄的脚型完全感受不到任何一丝球鞋对于脚趾的挤压。而这一代的假2还是跟上一代一样，有着这样略微有一点点尖的鞋头，并且它的鞋楦相比上一代也有着一定的收窄。这一次我穿这一双假2能明显感觉到它的鞋面
对于我的大脚趾会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好在它的鞋面材质略微偏软，并且整体的鞋楦宽度也还算是一个偏宽一些的鞋楦，所以它给我带来的这种脚趾部位的挤压感也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在正常的穿着过程中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当然啊，如果你的脚型偏宽，那我依旧还是建议你先去试穿一下，看看你穿上这一双鞋之后，它对于你脚趾的压迫力度，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好吧？而抛开它这个母外翻造型的鞋头之外，它的整体包裹锁定还是比较不错的。虽然前掌的宽度对于像我这样的窄脚来说会有一点点的偏宽，但是在实战的过程中，不管是变向还是侧向蹬地，双脚在鞋内都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情况出现。不过啊，这一双鞋在舒适度方面存在着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它后跟鞋面这里这个两种材料的拼接处会明显有一些偏硬，在跑动的过程中，球鞋的后跟会一直顶到我们的跟腱。如果大家没有打脚或者是佩戴护踝的习惯，那长时间穿着这一双鞋，我们的跟腱就会被它的后跟顶得非常难受。当然，这也不排除啊，可能是我手上这个配色独有的一个问题，可能别的配色在这一方面就会好很多。那在座啊，如果有购买了别的配色的兄弟，可以在这里跟其他正在观看这一期视频的兄弟们分享一下你们的穿着体验，看看别的配色是不是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好吧？而它这种大面积的类皮质材料，加上球鞋侧面的橡胶材料上翻，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侧向支撑，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并且在透气性方面也会比上一代表现要更为出色。这一代的内部填充会比上一代要薄一些，并且在鞋头以及鞋舌部位用了这种大网眼的网布，能很好的起到透气的效果，即使夏天穿也不会特别的闷脚。而在中底方面，虽然配置并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在体验上确实会有不小的差别。因为这一代所使用的鞋垫会更厚一些，中底的整体脚感会比上一代稍好一点。但是在我们的运动过程中，几乎感觉不到它前掌气垫所提供给我们的弹性，气垫的存在感非常低。当然，甲2依旧拥有跟上一代同样出色的反应性，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虽然几乎感觉不到前掌气垫提供给我们的推进力度，但是在蹬地的时候，脚底下的球鞋能够迅速做出响应，完全不会有任何泄力的感觉，而且中底的过渡也非常流畅，再加上它合适的龙骨螺叉，不管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它所带给我们的跑动感受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由于它后跟外侧的 R 角做的略微有一些偏直，加上后跟的缓震材料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偏硬的，在蓄力起跳的时候，当球鞋接触到地面时，那一瞬间它后跟的过渡不算特别的出色。对于跑跳型的球员来说，这一代的体验会略逊于上一代。而在场地感以及缓震方面，它相比上一代几乎没有什么提升，中底的重心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高度，不高不低，并不是我们说的那种保底快靴，缓震也还算勉强够用。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定的震脚感。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比较高，那这双鞋应该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这一次的甲2，其实我个人觉得它更像是一双莫兰特1代的升级版，我甚至觉得叫它莫兰特 1.5 代会更加合适一些。如果你喜欢莫兰特1代，那2代会比1代有更好一些的穿着体验，但是你要说好多少，可能就是80分和85分的区别。现在莫兰特1代300不到的价格，我觉得会比400多的莫兰特2代更有性价比。当然，如果后续的价格跟1代的价格差只在100左右了，那我会更加推荐大家去选择2代，毕竟买新不买旧嘛，对吧？那这一双莫兰特2代会更加适合哪一类球员去进行选择呢？我觉得它依旧是一双适合各个打法、各个位置的一双中端篮球鞋。这是一双不管在什么方面都给你做到70-80分的一双篮球鞋，抓地出色，反应性优秀，包裹也很棒，还有着不错的重量表现以及鞋脚一体性，各方面都非常均衡，但是各方面都不算突出。它会更像是一双简版的科比5代。在座如果想买 Sabrina 2代用来平替科比的兄弟们，可能这一双甲2会更加合适一点。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良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良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